芭莎电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前期的一个很呆萌，然后比较没有经历太多，但是然后他眼神里面都是非常单纯懵懂的这个状态。这个阶段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挺难的，就是区分于我以前的一些角色的话，所以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当然在演的时候，怎么能去给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张小凡，不一样的肖战。跟碧瑶的时候，跟美琪的时候，我们有一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一个芦苇荡里面奔跑，但是那个芦苇非常高，比我还高。然后美琪演的那个角色呢，我们在电影里面设定的那个碧瑶的性格是比较飒的这样的一个女侠角色，她就要冲在前面，然后非常大义凛然的把那些什么都给抛开。我基本上一条下来，我的手是会被划到的，然后她当时是脸啊手啊基本上都被划破了，所以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当时拍的时候，其实苦，我觉得苦没有什么好说的，谁都苦，现场工作人员都苦，我们都在现场一起经历，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当时跟庆庆演的时候呢，有一场戏，咱们俩要在那个悬崖上面，冷到他话都说不出来。就我们在凌晨3点的时候，然后冷到他就是那个口里面全是白气。我相信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会有这一幕，就我们俩说话都哆嗦，但是张小凡可以哆嗦，就我本来就是那种怕到不行，在那个悬崖他把我踢下去，然后我被倒吊上来，然后呢他就站在那儿非常高冷，然后就是那种像雕像一样，结果我就看到他在抖，我说你抖啥呀？我说你不是高冷范儿吗？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抖。I feeling good 没有，其实我就觉得说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破，但是当导演刚刚在发布会上说出了我那一套衣服10万的时候，我就觉得它不破了。我说实话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在定妆的时候，当我定完妆，然后穿上戏服之后，站在镜子前的时候，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哇塞，张小凡不是仙侠吗？怎么了？结果后来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导演给我看了拍摄的一些素材、一些镜头之后，彻底打消了我这些疑虑。因为这个服装是在整个的电影的调性里面的，是非常符合这个电影的基调的，所以我觉得 OK 啊，那我相信导演。我觉得这个突破其实是有的，我觉得肉眼可见，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小凡，其实当时我在拿到剧本的时候，我是觉得说他们俩身上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谢跟小凡，他们俩是有相似点的，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纠结，然后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把2个人给区分开呢？所以当时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但导演就是告诉我说，你就看剧本，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把你心目当中的小凡给演出来就行了，真诚就好了。所以然后到最后其实呈现出来，我觉得好像真的还不一样。虽然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吧，我能这么说，但是呈现给大家的感觉我觉得不一样。很真诚的对待别人吧，这也是我一直觉得说，无论是交朋友也好，生活也好，还有周围的工作人员也好，都是挺真诚的对待周围的人。回到那个时候，我现在想对他说，你做的饭很好吃，但如果回到那个时候，小凡你能不能多穿点啊？穿双鞋行吗？没有，就来个云团圆饭吧。打开手机视频，我会让他们去看啊。比如说诛仙在电影院上的时候，我说爸妈赶紧下去看吧，赶紧去看电影吧。
平凡啊，依旧平凡啊，我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只是现在一些生活节奏被加速了而已。但我依旧觉得说，生活里面就是有平凡的自己，生活里面怎么舒服怎么来，就是下楼超市买东西就还是以前那样。当然会有一些困扰，工作上的一些困扰，但其实对于我生活来说，其实就还好，还是那样。工作上的困扰其实就是关注的人更多了嘛，压力更大呗，然后生活节奏更快，工作节奏更快，身心都需要去不停的调整，然后来跟上这个速度，跟自己和解。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睡一觉起来之后，一切都过得去了。哎，我现在真的反而是游戏打得很少了，就是因为我现在一有时间睡觉，化妆的时候睡觉，在车上睡觉，飞机上睡觉，然后还有一些时间就得看剧本，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吧，反正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有时候不要想太多，生活会推着你往前走，就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哇塞，这个问题好尖锐哦。其实我是觉得说，我想去建立一个大家有能互相通信的这样一个关系。我能知道你们的一些日常，或者说你们的一些生活，然后你们也能知道我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偶像与粉丝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联系，就是比如说我会开一个地方，他们有一些吐露、一些倾诉的一些地方，其实就很日常。他们告诉我今天就是上班迟到，被老板骂，分手、失恋、吵架，然后跟爸妈吵架，学习又没考好，这一次又退步了什么什么。我觉得这很吸引我的点，就是我觉得说，大家像非常互相信任，就像一个小树洞一样，吐露自己的一些日常的一些不开心也好，开心也好，管那么多干嘛？生活其实就是这样，有开心有不开心，想聊就聊呗。我觉得说再多其实都没有意义，我觉得就是陪伴和感谢，就是这样。